高手下象棋往往都是一步一步巧妙设置圈套，把对手引入到自己的陷阱包围圈，套路取胜。本局棋咱们借助寻河炮棋局，再度为大家分享非常巧妙的飞刀以及腾挪顿挫技巧。红方寻河炮，黑方再度退车捉，红方冲兵打。寻河炮展现出沿河18打，先手打车，后手飞象，再度捉车，平车卡住炮，还有进炮打马。黑方只好选择避让开，红方顺势出车，先手捉炮。那么在这里前面两局咱们介绍了黑方炮2平3，炮2平4，避让开的走法。本局棋我们继续来看黑方第3路走法，出车顺势形成牵制防守。那现在的话，红方就没有马7进8借炮先打车，他可以先手打你的车。那接下来红方又该如何行棋呢？寻河炮可打车还可打象，主要抓住双方都是当头炮的情况下，3七路底象无法连接，这是当头炮最大的一个致命缺陷，也是对手攻破的思路。那现在打象的话，很明显，我们来看看有象无处飞。当然，如果说黑方采取进车捉马的话，这里是得不偿失，咱们稍作演变。进炮一打向将军，如果说平车吃的话，进车一吃炮，不仅将来还要吃1路马，还有吃7路马。如此的话，即便是交换，红方明显得子占优，而且是双车快速杀进黑方阵营，将来锁定胜局，黑方招架不住。好，那么在这里当然呢，红方进炮一打将军的话，即便是他乘势的话，咱们有一招退炮，既格挡2路炮吃7路马，还有直接平炮打马，将来形成了破坏他的阵型。如此的话，黑方是得不偿失，将来红方快马加鞭进入前方战斗，黑方也是难以防守。好，那么在这里啊，开局丢子丢象的话，显然不太合适。咱们返回来看看黑方在这里如何巧妙化解呢？关键是这里形成牵制的话，他的2路炮始终还肩负着看住7路马的责任，所以平炮对车势在必然。红方接受对车，直接吃掉，黑方回马吃车，然后是不是就直接进炮打象呢？这是我们常见的走法。但是这步棋啊，一旦打出去的话，稍微有些头重脚轻，单炮在前方没有优势，后方子力反而上不去，正好寻河车守住了2个马。此时这里比较精准的就是咱们先借助一步格挡车，然后上马，下一步棋可有进炮破象。黑方避让一手，红方上马踩掉。那么在这里接下来黑方还得要注意了，稍微如果说再度进车捉马的话，这里可以上马压住他的马，捉着炮进炮到底线，即便是你平炮格挡的话，回马一将军的话，将来也难以防守。当然还有平炮将来打马，如此的话，黑方这个2路马显然在这里非常的窝囊。棋局选择马2进3，上马给顶住。好了，接下来走到这里就是今天最为精彩的一招棋了。大家也不妨来看看，换做你是红方的话，会走哪一步棋呢？我们常规思维的话，是不是想想啊，防守一下阵型，或者说采取相应的进攻呢？但是在这里出人意料的就是冲兵打车，欺负黑方。那现在的话，我们来看看黑方这个车，如果说直接吃掉的话，那迅速落败，被陷入红方的包围圈之中。在这里红方进炮先手一打马，黑方一看这里丢了一个子，肯定要打过去，现在再来一个退车捉车，
中路被牵制，车走不开，只能选择平炮给车生根。如此的话，现在你是不敢吃我这个车了吧？但是红方可以上马吃炮，红方的车有根，黑方这个车还只能逃窜。现在我们来看，他如果说逃走的话，跳马一将军，这个马又丢了，而且他还不敢吃车啊。跳马就是马炮双将直接杀棋，返回来。那如果说退呢？跳马一将军，这个七路马又丢了。那现在很明显是丢子，而且被红方形成车马炮三子组合攻杀，所以在这里黑方也只能忍气吞声，最终他选择弃车砍炮，一车换二。但是接下来红方再来了最后的致命一击，进车压马，马出不来，而且子力备受牵制，将来冲兵上马，有车杀无车，取胜志在必得。当然在这里黑方不能平车吃兵的话，他也不能够进炮打，看起来还不错，先手将军，但是红方一尝试的话，炮打着车，炮打着马，车还吃着马，如此的话三个子全部被红方快速拿捏，这样的话不仅丢子，而且是没有任何进攻的优势，红方锁定胜势。好，咱们返回来继续看黑方的第三路走法，车惹不起就只能选择走开了，反倒进车捉马。那么在这里接下来红方选择冲兵，现在有平车吃、冲卒吃，还有进炮打。首先来说，吃马就是一个陷阱，我们放到最后来看，如果说冲卒吃掉兵呢，这里巧妙的顿挫技巧，退炮一打车，只能避让，再度进炮打马。黑方发现这个炮打不开呀，中路牵制，而且你不打我的，我接下来要打你的，你这个炮也走不开，走开的话还打着马，还有上马踩中炮，显然呢是亏的太多了，也只好先下手为强，选择交换。红方飞象一吃，接下来他采取进车捉双，但是这个走法完全忽略了红方在这里是有后手，平炮打掉马。黑方平车吃象一将军，红方顺势守城市。好了，现在很眼馋，平车吃马看起来不错，但是如果说走出来的话，这里一将军来了一个倒拔垂杨柳，反向打车，车白白被抽掉了。所以说走到这里呢，黑方一看红方进多两个大子，只能不战自降。黑方不能够冲卒吃兵的话，那如果说进炮先手一打，在这里先将一军呢，你回马吃的话，他解脱了三路马的风险，同时还有先手吃马，看起来不错，但是红方并不会着急，乘势既补强中路，同时下一步棋回马吃炮的话，先手捉着车，这里还吃了七路马，那顺手吃掉马的话，他也是得不偿失，咱们先打掉马，接下来回马吃炮，进车吃马。红方一看如此的话，继续丢子，大势已去，自刎归天。好，咱们再返回来继续看黑方最为顽强的第三个走法，也是在这里大家最为期待的走法。既然冲卒吃兵不可以，进炮打也不行，直接干脆果断把马吃掉，如此的话不是挺好的吗？好了，在这里可能我们常规思维又会想到冲兵吃卒，但是更加精巧的上马先踩中炮，这样的话就是直接拔掉了他中路的反击力量。黑方也只好飞象吃掉，红方冲兵吃卒，威胁下，而且将来还有捉马。现在很明显，你如果说乘势的话，进炮一打象将军抽着马，那现在也没办法，
退象的话，这里一吃象将军，还有抽炮的先手，也只能硬着头皮上马把兵吃掉。红方平车一吃，接下来好了，如此的话，下一步棋进车吃象将军，还有直接平车抽。你即便是现在城市的话，进炮打象将军，同样抽马，不管怎么走，这里很明显丢子，同样丢子丢势，大势已去，只能缴械投降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天这招可谓是冲兵打车，展现出了蚯蚓降龙的绝妙招法，是不是比较精彩呢？欢迎朋友们在评论区点赞交流，非常感谢朋友们。